大家好呀，这期节目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YouTube 这个频道订阅分析这个话题啊。当然也提前预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个视频的这个章节吧。首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YouTube 的这个频道订阅这个分析啊，然后我会去介绍一下这个原因。然后呢，我会去做一个这个我自己订阅频道里面的 Top 20的一个频道的分享啊，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然后呢，最后一部分呢，我也会把这个代码获取订阅数据的和分析的这个方法就是免费开源的共享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进到这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自己为什么要分析这个频道订阅？然后我自己是有384个订阅的 YouTube 的频道，然后现在发现就只有这种娱乐推送的频道，比如说什么电影解说呀，还有什么娱乐搞笑视频啊，还有什么猫猫狗狗呀。但是我订阅了这么多频道，但是给我的推荐里面呢，只有就这些搞笑视频啊。我就发现，我可能需要自己重新发现一下我自己订阅频道里面的这有价值的内容啊，不能光靠的依赖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推荐，因为它的推荐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让我在看更多的 YouTube， 而不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到更多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呢，这个 YouTube 呢，它自己本身呢是没有频道管理这个功能的，尤其在这个电脑的网页页面上，有第三方插件可以去做。然后呢，我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发现第三方这个管理这个频道订阅这个插件呢，它会，如果你想要进行一些比较批量化的管理呢，它是要你登录，而且你去拿你这个频道订阅这个数据的。然后呢，我觉得这是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数据泄露的风险。当然，这不是大的泄露风险，一定会泄露掉自己的数据，所以我选择自己干。好，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就会直接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Top 20的这个频道的分享的一个内容啊。首先我会去先看一下这个我自己订阅的这个导出的数据啊，这是全部的数据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分享频道，第一个频道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Math， 按照这个顺序啊，这个数学、计算机、科学，还有这个健康内容，还有这个音乐，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新闻媒体。接下来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数学频道的推荐，对吧？首先就是这个 Three Blue One Brown， 这是大名鼎鼎的这个数学这个模型啊，还有相关的这个科学基础理论的，然后通过非常好的可视化的方式，对吧？就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讲解，对吧？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频道。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 NumberPie， 这 Numberphile 吧，这个人呢也是讲解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吧，然后也是有非常多的订阅，然后做的也非常的好。还有就是这个 Primer 也是类似的，他也是他们就跟 Three Blue One Brown 非常像，但是他可能有自己一个吉祥物，对吧？也是讲解非常多相关数学的内容。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 Mathlog， 然后这个呢也是他这个老师会在这里讲很多，就是说关于数学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呢，可能就是说每个人的讲解，每个频道讲解的方式不太一样嘛，然后讲解内容也是有所不同，对吧？这是数学的部分。这时候到重点部分，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频道这个 CS 就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领域的一些频道推荐。这个是我订阅里面就是订阅数最高的一个，就是885万的订阅，对吧？它里面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整个的这种训练，就是说你在某个领域里面需要一些什么比如说 C++ 呀，它可能一个视频就会特别长，比如说31个小时，而且它整合特别好，很多人去看，而且这个观看量也很高，质量也还很不错。所以大家有需要可以去观看这个频道还有这个 CS50， 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记得之前是哈佛的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计算机的一门课程然后很多人在这里学计算机的知识，这个是老师现场授课的方式，还有很多就是说跟这个教学相关的内容吧，这个更循序渐进一点，不是很复杂这个。然后就是这个 Tech World with Nana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算机老师呀，对吧？他这个讲了很多就是专业性的内容，他也是做这种长视频的，就是一个模块一个内容，他就做一个很长的视频，然后把它一次性给分享出来。然后他分享内容也是非常精简，而且就是说非常就是说是从学习的角度去好好去讲这个内容吧，是非常棒的然后这其次就是这个 Steve， 哇，这个老师是我
应该是我认为就是最目前是我遇到可能说就是在网页上是分享这个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流体力学，还有这个一些数学一些很多领域吧，然后一些内容的一个讲解，然后他这个视频是非常非常高清的，而且他会介绍，他也有这个电子书，然后如果还有我之前了解到这个频道呢，我多说两句，就是说之前是学那个 PCI 跟 SVD 的时候，当时我是学那个 CT 扫描，然后从这里去了解到这个人，然后就看到他的视频，然后这可能是我目前找到就是说讲这个 PCI SVD 还有人工智能的一些，还有流体力学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可能讲的是最好的之一啊，最起码他教程的质量跟大概人讲的内容啊，就是可能是最好的之一，所以大家有兴趣非常强烈推荐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Coding Entrepreneurs， 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也是类似的一个教程的一个频道，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吧。然后这个还是类似的啊，也是不同的这个讲这个计算机频道的一个内容，这个可能这个频道主要是讲 Django 的，Django 是 Python 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框架吧，对吧？你前后端都有。好，还有这个是 Coding the Smart Way， 这也是一个计算机分享的频道，它可能更偏向于前端一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上面去了解一下。然后这就是可能计算机领域的一些频道的分享，这些都是我很长期订阅的一些频道。然后呢，其次就是到这个物理科学这个领域啊，科学这个领域对吧？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李永乐老师对吧？这是北京的一位物理老师啊，也是奥赛金牌教练，对吧？他会非常浅显易懂的去介绍一些，就是说用一些理论去结合一些实践去解释很多，就是说怎么说呢，科普性的一些东西。安颖这老师非常善于用黑板，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最起码在语言上没有什么障碍。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老师呢，他教物理，如果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对物理感兴趣，对吧？你可能想从头开始学，这个老师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物理学老师，然后他是从非常基础的这个理论，对吧？然后结合实践，然后在课堂上做实验，然后给你去讲解这个物理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讲得非常的生动，非常有意思，在课上做非常多有趣的实验，我偶尔也是会去看一下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后推一下，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 Smarter Everyday 这大哥也是非常牛逼啊，他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在现实中做很多奇怪的实验，当然也会做一些非常深度的分析，而且他有非常多的资源，甚至可以跑到美国的核潜艇上，对吧？就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声呐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他用高速摄像机去拍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大哥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他视频挺好看的。好，这就是科学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就是关于健康的部分这个哥们儿就是讲这个关于这个健身呀，包括一些身体损伤呀，如何修复呀，这理论讲的非常的好。虽然他是英文的授课，但他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是他订阅为什么这么高的原因对吧？1300万的订阅，1350万的订阅，这是我 Top 1推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伯格医生中文健康知识。这个人可能用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理论去解释一些比较我们生活中如何健康饮食呀，还有一些病症的如何自然方法去治疗呀。怎么说呢？有的人可能抨击他说他可能不是那么专业，但从我角度来看，可能还是帮助我很多事情包括一些如何是健康饮食一些正确的观念，而不是说乱吃乱减肥，对吧？他可能会给很多一些专业上的建议。这个6层楼先生我也得隆重介绍一下，对吧？这个是什么？他是妇产科大夫国内的妇产科大夫，然后他的观点也是怎么说？他是讲解就是说关于妇科相关的一些故事，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分享，对吧？也是增加大家对女性的这个什么就是如何关爱女性，真正如何应该去关爱女性，对吧？应该从医生的角度包括一些分享很多案例非常的有意思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话题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不管男生女生，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非常有意思。好，这个就是这个健康的部分。然后我们看音乐的部分 ，Andre 这个大哥对吧？大家去看就知道，非常的赏心悦目举办了非常大型的音乐会，然后非常感人是个音乐嘛，对吧？这个是非常感人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久石让，对吧？这也是我们对吧看了这么多宫崎骏的动漫，对吧？他这里有非常多的音乐会也是在这里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去听他的自己的之前的一些音乐会大家可以选这个 popular
可以看到之前也比较成名的一些视频，然后录音品质都非常的高。好，这是音乐的部分。来，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时政的部分。当然时政不是时政啊，是关于这个新闻的部分。新闻的部分有非常多的频道，但是如果大家不是很想听英文的，因为英文的各家媒体他们这个就是观点性很强嘛，可能就是说，然后王健老师这个就是说他的是每天2个小时，每天做2期，一次1个小时，对吧？每天做2个小时，对吧？这个是非常实时的，关于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国内的发生些什么事情，是讲的非常非常好的。大家有兴趣啊，希望大家继续好好去关注一下，每天可以去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频道订阅的分享的这一部分，就到这里。好，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下，对吧？这个代码如何获取这个订阅数据，对吧？这个获取的这个数据大概长这个样子，对吧？之前在前面也分享过，对吧？这个东西看似很简单，其实想获取的数据还并不是特别容易啊，这个可能特别多嘛。我这里大概有384条。这个如何去获取呢？对吧？我们也看一下，第一步是什么？我们如何准备数据源文件，对吧？首先我们去打开我们的 Chrome， 然后在上面你登录你自己的谷歌账号之后呢，然后在这里输入这个网址，就是 YouTube， 然后 /feed/channels， 这个页面是我从手机上找到的，你在网页上你在这个页面上去找，你是找不到这个页面了。所以你在这里输完之后，这里会显示你所有的这个订阅的这个数据，对吧？你可以手动敲一下这个网址，然后往下翻，你需要手动的把这个翻到最下面，对吧？然后你要持续再翻，因为它是动态加载的，所以导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数据都给一次性取下来嘛，所以我们就每次就不断的翻到最下面，对吧？你还发现它还会继续加载，对吧？像我订阅频道特别多嘛，所以就继续往下翻，对吧？其实也快结束了，对吧？然后你把这个所有的翻到最下面之后呢，这应该是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了。这时候呢，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里代码会分享在我的 GitHub 主页上啊，这个可以在评论下方的这个说明栏里面去找到这个 GitHub 主页的地址，来去分析这个 label class 后面这一段，对吧？把这个复制一下，然后再去这个 Chrome 里面，然后按下你电脑的 F12键，对吧？这时候你说 F12是什么东西？我电脑按不出来，对吧？你说其实你这个还有一种方式进入，就是说你在这个你点开这个页面上，然后你点这个 Windows， 这里应该有一个不是 extension， 应该是 editor， OK， 好，我们还是选择 F12吧。如果没有 F12的话，可以选择右键，然后点这个 Inspect， 同样的是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了，我们也不用搞特别复杂。然后这时候呢，像如果在 Mac 电脑上就是 Command 加 F， 如果在 Windows 键上就是 Control 加 F， 然后下面就会出现搜索的这个框，然后搜索框里面把刚刚这个复制东西粘贴到这里。你看这里发现我们有2个 label， 对吧？找到这2个 label， 然后我们选中找到第一个 label， 你看发现这显示1的时候，然后选择这个 label， 对吧？然后选中它，然后右键 copy element， 对吧？这时候进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来，对吧？这个如果使用 pycharm 这东西，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是不是？然后这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对吧？我们在这里重新新建一个文件吧。新建一个文件叫什么呢？叫什么data 点 html， 新建，就发现 data html 在这儿，然后我们粘贴，稍等，它这7000多行就粘过来了，然后把它保存一下，其实它默认会自动保存的。然后这时候呢，去打开我们这个代码文件，就是这个 YouTube channel analysis.py， 在这个文件里头呢，刚刚你看我看的是 data.html， 然后到这个最下面，对吧？这个就是文件的名字，对吧？我们可以，如果你找不到地址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如果你用 pycharm 的话，你可以直接找这个 copy 地址 copy path， 你看这里有几种，对吧？我们就选择 copy absolute path 绝对地址这肯定就一定不会错啊。然后导出，对吧？然后呢，我们直接去在运行之前呢，对吧？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里需要哪2个包，需要这个 BS4 跟这个 Pandas。如果大家是一个新的环境没有呢，对吧？你可以在这里
看 requirement 里面，我这里面是装了这个，这里没有写啊，我会把它写到这里来。大家如果是安装 package 呢，对吧？你可以就直接去安装一下。我之前视频上说如何安装 package。好，然后这里回到这里来，对吧？如果你默认你电脑已经装上这两个 BS4 跟 Pandas 之后呢，对吧？然后我们进到我们的 terminal， 稍等一下啊，启动 terminal。进入 terminal 之后呢，如果大家我会把这两个包放在我们这个 requirements 的文件里面。然后这时候如果大家对吧，可以把这个整个项目下载下来之后呢，可以对吧，这个 pip install 对吧-req 直接 tap 对吧，就自动显出来，然后回车，它就把我们之前需要装的这个包两个包给自动给装上了。如果你只需要这两个包呢，你可以只装这两个，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对吧？这就是如何安装这个包。比如说这时候我们的包这两个包都安装好了，对吧？我们直接选择运行。你可以选择 current file， 你可以如果默认不是 current file 的话，你可以选一下。等它运行它运行。他说在这个文件发现372个文件，它导出到应该是这个哪个文件？导出的文件地址叫什么 all youtube channel .xl 对吧？应该是这个文件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右键对吧？然后open in finder，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9点59分，这就刚刚生成的这个文件，对吧？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文件，这是另外一个文件啊，不是刚才那个，这是新生成的。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就所有数据都导出来了好多数据对吧？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点一下这个缝隙对吧？双击点一下这个缝隙双击，它就是自动帮我们自适应这个宽度了。这样我们可以方便后面的一些分析，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比如说这时候呢，我们选中所有的数据，对吧？如果大家用 Excel 比较熟练，在这里选一个这个 filter， 对吧？比如这时候我们去可以详细的去过滤我们这是什么频道呀、订阅多少，这默认是按照这个订阅数倒序的，对吧？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感兴趣Mr. Beast 是谁对吧？我可以点过去看一下，对吧？看完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如果觉得这个频道有价值呢，对吧？我们就对吧？可以在前面写一个1，对吧？比如说这个也选一个1，最后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对吧？只筛选这个1的频道，这样就可以把这两个频道过滤出来。如果大家需要去审视自己所有的以往的频道的话，甚至我还想过，就是大家可以专门弄一个 YouTube 账号，只留存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账号，这样它推荐的时候，它就不会乱推荐一些其他不相关的信息了。好，对吧？这个就是这3部分，对吧？如何准备元数据代码怎么使用，以及 Excel 这个数据介绍，对吧？我就基本上讲完了，对吧？然后我可以看一下，我其实在这个上面，就是说刚刚介绍的那20个频道呢，像这一份数据呢，就是刚刚我推荐的这个频道呢，我也会把它放到这个 GitHub 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直接在这里去看，对吧？我也会把这个放在这个评论下方的这个说明栏里面，我会把这个频道都放在里面，方向大家就是说如果喜欢这些频道，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所以呢，这期节目呢大概就做到这里这期你看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期讲了什么，对吧？就是说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分析频道订阅这个事情然后就是我也做了一个这个 Top 20这个频道分享，然后呢，最后呢，我还把这个如何获取这个频道订阅数据的这个方法，以及如何去分析这个 Excel 文件呢，去跟大家去做了一个分享。所以这期节目呢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新年快乐，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